大家好，我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阿远。上期视频中我们讲到，把物质无限细分的过程中，原子是保持物质物理和化学性质的最小单位，原子则是由质子、中子和电子组成的。那么这些粒子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它们还能再细分吗？电子是一种氢子，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基本粒子。接下来我们来重点讨论质子和中子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初，物理学家们开始用加速器对质子进行高能电子散射实验，以探究质子的内部结构。在1968年的一次实验中，美国物理学家弗里德曼、肯德尔和泰勒发现了质子内部的点。这些点看起来像是3个分离的粒子，但它们与已知的粒子不同。1970年，物理学家戴维·格罗斯和汤姆·卡尔曼分别提出了夸克的概念。他们认为这些点实际上是3个夸克。格罗斯和卡尔曼称这些夸克为上夸克、下夸克和其夸克，并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随着实验和研究的继续，物理学家穆雷盖尔曼提出了夸克的量子色动力学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夸克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和蓝色。这些颜色可以用来解释夸克在质子和中子等粒子内部的运动。现代物理学认为夸克是一种基本粒子，是构成原子核和其他粒子的基本成分之一。它们是一种量子四合粒子，具有电荷、质量和强相互作用的特性。夸克有6种不同的位，即上夸克、下夸克、顶夸克、底夸克、灿夸克和奇异夸克。每种夸克都有一个相应的反粒子，即反夸克，它们具有相反的量子数。夸克通常不会单独存在，而是以复合的方式组成粒子。在夸克组合成更大的基本粒子时，其色和状态必须是色中性的，这意味着其总色和为0。例如，在质子和中子中，它们内部3个夸克的色和状态分别为红、绿、蓝。3种颜色的总和为0，即为色中性。只有色中性的粒子才可以稳定存在。质子由2个上夸克和1个下夸克组成，其中上夸克带2/3个正电荷，而下夸克带1/3个负电荷，从而使质子整体带1个单位的正电荷。中子由2个下夸克和1个上夸克组成，使中子具有中性电荷。在质子和中子的内部结构中，夸克之间的强相互作用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夸克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胶子传递的。简单理解为夸克把胶子扔来扔去，然后在扔胶子的时候自己会变色，而胶子本身也存在相互作用，形成了胶子云。这种相互作用和胶子云的存在使得夸克的实际运动轨迹非常难以精确描述，这就是所谓的强相互作用非围绕效应。夸克不仅能组成质子和中子，还能构成其他更多的基本粒子，例如超子和介子等。它们由不同数量和类型的夸克组成，并且具有不同的电荷、质量和量子数。介子是一种由夸克和反夸克组成的中性或带电的复合粒子。介子的组成包括一对夸克和反夸克，最常见的是由一对氢夸克，如上夸克和下夸克组成。介子的质量比氢子，如电子大得多，但比质子和中子等由夸克组成的基本粒子轻。介子的作用是在强相互作用中传递合力，同时也对核子的质量产生一定的贡献。超子也是由夸克和反夸克组成的复合粒子，不同的是它们包括3个夸克和反夸克。超子的组成和性质非常多样化，因为它们可以由不同种类的夸克组成，并且它们的寿命相对较短。超子的研究对于理解强相互作用和物质的基本结构非常重要。那么物质是如何获得它们的质量呢？目前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质子和中子的大约 99% 的质量来源于夸克与胶子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通过强相互作用力传递的。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质量和能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实际上是其夸克与胶子相互作用的能量转化而来的结果。另外的大约 1% 的质量是由希格斯玻色子介导的希格斯场赋予粒子的。那么夸克本身又是如何构成的呢？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弦理论。
弦理论是由一组物理学家独立发展而成的理论，最初的雏形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正式提出这一理论的物理学家是约翰·斯瓦尔德和迈克尔·格林。他们在198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超弦理论》的重要论文，标志着弦理论成为现代理论物理的一个重要分支。弦理论认为，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由微小的一维弦振动所产生的，而这些振动可以有不同的频率和形状，这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基本粒子和力的产生。例如，夸克和胶子可以被解释为弦的不同振动模式，这些振动模式产生了强相互作用力，从而决定了夸克的质量和电荷等其他属性。除了夸克，弦理论还可以解释其他基本粒子的性质，例如光子可以被看作是弦的另一种振动模式，因此它也有能量和动量等属性。弦理论还可以解释为什么粒子有自旋和角动量等属性，这些属性可以通过弦的振动模式来描述。然而，弦理论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和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它需要在11维度的空间中运作，而我们现实生活中只能感知到3个空间维度和1个时间维度，是因为其他的7个空间维度都蜷缩起来了，我们感受不到。就像是一根电线，远看是1维的直线，近点看才能发现其表面的起伏的2维平面，然后再仔细观察才能发现电线也是有第3个维度的。尽管弦理论很有前途，但它尚未被实验证实，目前还不可能设计出可以证明或证伪其预测的实验。然而，该理论已经在我们对理论物理的理解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许多科学家还在继续致力于发展和完善其思想。虽然弦理论仍然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深入理解基本粒子内部结构和相互作用的方法，这对于我们理解宇宙的本质和物质的组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如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